那我们这一节内容呢，主要讲一下应用层协议。应用层协议呢，在5层协议体系结构中也是第一层，这一层也是直接面向我们应用的开发者，和我们用户。那不同 APP 之间，它想发的数据，其实它的内容都是先在应用层来进行封装，然后再交给下一层传输层，然后再一层一层的封包，最后再发送到目的端。这也是我们第一节讲的一个整个的网络架构的概述中提到的。那这一节内容呢，我们把我们的视角关注在应用开发中的第一层，就是我们从上层往下讲的话，第5层，也就应用层这个协议。那应用层这个协议，大家可以看到右面有我们常见的 HTTP 协议、FTP 协议，然后呢还有SMTP 是邮件， DNS 是域名解析，对吧？这些大家可能听过，或者说有的同学呢没有听过，或者说也模模糊糊有点印象，但不知道是什么，没有关系。我们利用简短的这节课程呢，快速给大家科普一下，让大家知道一下应用层到底是干嘛的。好，那首先呢，网络协议的设计和发展都是基于网络应用的需求而推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应用层协议就是我们第5层不叫应用层吗？应用层有很多协议，所有的应用层协议都是有真实需求的。基于这个需求呢，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了一些协议的设计，最终呢，沉淀并推出了一个标准的应用层协议。那第二个呢，协议分层的目的是将网络标准化为不同的模块。我们在第1节也讲过，分层的目的就是各个模块以标准的方式去进行划分，然后呢，每一层之间按照标准的接口相互调用。那这样就可以不同的用户关注在不同的层级网络层级上面进行相应的开发。比如说，我们对于软件开发人员，他主要关心在5层和3层就够了。那对于网络设备交换机路由器呢，他们可能会关注在3层以及2层这2层面来进行协议的支持。那对于我们比如说我们的网卡、网线、WiFi 等等这些网络的底层的模块，他们会关注在2层和1层，就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基于标准的接口设计硬件软件，然后呢把它跟上面的3层、4层、5层相互之间配合。所以说协议分层的目的是将网络，因为整个网络比较复杂，标准为不同模块、不同的层次，每个模块定义好标准的接口，承上启下。开发者呢，只要根据自己的所需，专注在你需要的本层进行功能开发就好了。就可以使用完整的整个的网络功能。好，那我们呢，先怎么给大家来介绍这个应用层呢？我这边呢，先从一次简单的上网体验开始说起。我们平时每个人都会这么做过。首先呢，我们会打开电脑，对吧？或者手机也一样，然后呢，选择并连接 WiFi， 这第一步，连接网络。然后呢，我们在有细心的同学可以打开看一下，你会发现，首先你默认的都是使用的 DHCP， 对吧？ DHCP 是什么？不要着急，大家知道这个词儿，我们后面慢慢都会讲。然后呢，你并会获取到 IPv4 地址、子网延码以及对应的路由器，其实这是一个网关地址一个路由器地址。然后呢，再细心的同学可以点开 DNS 设置，你可以看到你当前配置了一些 DNS 解析的服务器地址。比如我这里配置了 223.5.5.5 和 180.76.76.76， 这2个呢分别是阿里的公共域名解析服务以及百度的域名解析服务。好了，我们第一步呢，打开电脑，打开手机，然后连接 WiFi。这时候是正常，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已经可以上网了。打开浏览器，输入一个大家都常见的网址，比如说 3w.qq.com 或者说是 3w.百度.com，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些热点新闻了，对吧？在浏览器输入网址看到，然后我们可能快点的1秒钟就加载出渲染出这样的一个有图、有视频、有文字、有排版、有颜色的一个页面。这就是我们一个上网的过程，最简单的一个上网过程。那大家可以看上面这个简单的上网过程中呢，都涉及到了哪些网络相关的知识点呢？第一，联网并获取 DHCP，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联网自动获取网络配置信息，配置信息包括你获取到的 IP 地址、子网延码、网关地址以及 DNS 的域名解析地址。第二个呢，我们打开了一个浏览器，
这个浏览器是什么呢？这个浏览器是一个应用，对吧？浏览器无论手机浏览器还是电脑的浏览器，它都是一个安在你电脑里的一个软件，就是个应用。打开这个应用，然后在里面呢输入了一个网址。但首先这个应用啊，它是外部浏览器，它是支持 HTTP 协议解析渲染的一个应用。好，然后我们第3步在它的那个地址栏里面输入了一个字符串，这个字符串就是 3w.qq.com， 对吧？一个字符串输进去了。这个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是个域名。这个域名我们听过百度、QQ、腾讯、淘宝等等等，对吧？我们都听过一些这样这些域名。那它呢就是这种字符串啊，.com .cn .org， 它是域名，这叫做域名。然后呢，首先第4步呢，这个浏览器就是我们安在电脑里面、安在手机里面这个应用浏览器进行了域名的 DNS 解析。DNS 解析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后面会讲啊。简单来讲就是把这个 3w.qq.com 解析成对应的 IP 地址。然后呢，这是获得了腾讯，因为我们访问的是 QQ 嘛，获得了腾讯服务器的公网 IP 地址，对吧？有个知识点叫做公网 IP。那什么叫公网 IP 呢？我们稍后也会讲。第5呢，浏览器通过 TCP 协议，TCP 协议连接到了对应服务器的 Web 服务的80端口，然后呢，与这个提供服务通过 GET 方法获得到 HTML 应用层的数据，然后呢，把这个数据呢再返回到浏览器进行页面的渲染解析。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页面底层都只是很难看的一些代码，我们通过浏览器把它渲染出来，才会有颜色、布局、图片、文字等等等。那整条你访问，比如说你的电脑、你的手机，然后呢输入浏览器输入 IP 域名，获得到这个网页，整条网络链路它其实还会经过你手机电脑的 PC 网卡，然后呢经过家里的路由器，然后呢WiFi 路由器，然后呢再经过整个的边缘层核心层的交换机路由器，以及可能到达百度、腾讯的服务的这个负载均衡进行负载分配，然后呢再经过它的防火墙的一个检测，最终才能获取到数据。所以整条链路其实还涉及到 PC 网卡，你电脑 PC 网卡，你家里的无线路由器，然后呢整个网络核心或者边缘的交换机路由器，到达我们要访问服务的负载均衡服务器以及对方的防火墙这是看似一个简单的上网过程，涉及到这些红色的内容都是我们要学习的知识点。那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网络应用程序的架构。其实我们整个网络应用呢是由2类的服务架构体系。第一个架构体系呢叫 CS 架构，也就是客户端与服务端，就是 client 和 server 这样的一个架构。第二个呢叫 P2P， 就是说点对点的结构。那这种架构呢，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分客户端和服务端。那客户端和服务端大家都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应用，这个应用呢，比如说是视频应用，它会从腾讯的服务器，或者说会从百度的服务器下载内容。那这个 client 呢，就是我们手机或者电脑的应用。那这个 server 呢，就是百度或者腾讯提供内容的那个服务程序。所以我们常用的架构都是 CS 架构。那个 P2P 架构呢是什么意思呢？就点对点架构。这个架构呢主要的目的就是终端和终端它是对等的，没有说谁是服务，谁提供服务，谁访问服务，是每个人都可以提供服务，每个人都可以访问各自的服务。就简单讲 CS 架构是不对等的， P2P 呢是平等的。那我们 CS 架构常见的就是浏览器访问网站，比如淘宝购物，对吧？我们都是要从淘宝的服务器加载内容，然后呢从微博的服务器加载内容，然后从抖音刷视频，从微信QQ 发消息，都是有我们把消息发给服务端，服务端呢再转发给另一个人，或者说我们从他那抓取内容。那 P2P 架构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点对点直接互联。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QQ、微信实时的语音视频，或者迅雷的 P2P 加速下载，它的方式呢，比如大家可以看这个图这个我们假设呢，这个就是腾讯的服务器或者百度的服务器，我们每个人在本地呢，你打开浏览器，打开视频客户端，它都是从这儿获取内容的，每个人都要从它这儿获取内容的。这种架构呢就是 CS 架构。
那这种 P2P 架构呢是没有中间的这个服务商啊，这个中间的服务的这个应用程序，两个人直接相互通讯。比如说我们当打视频电话的时候，最开始建连接的时候会经过一个服务器来建连接，接下来都是你的手机跟我的手机直接发送通讯，而并不是比如说经过它相互转发。为什么这样？我们这个视频呀、语音是这种 P2P 架构呢？因为只有直接通讯，对吧？你看两个人之间直接通讯，路径最短，也是消耗最短的，整个延时是最小的。如果你要经过转发，你看转过来，对吧？然后他再给你转过去，整条链路太长了，这个打电话呀、看视频的体验非常不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应用层协议的HTTP 协议。第一个我们要先讲 HTTP 协议。HTTP 协议呢，也是现如今我们互联网应用最主要的一个协议。HTTP 呢，它叫做超文本传输协议哈，主要是用于在 Web 浏览器和 Web 服务器之间的传输数据的协议。Web 浏览器呢，就是安装在我们手机、电脑的一个应用程序，对吧？我们手机上也有浏览器应用程序，我们电脑上也有浏览器应用程序，它都只是一个什么呢 ？Client， 它是一个客户端。然后它去跟 Web 服务器 Server 之间通讯，那这两个之间通讯呢，要有一个协议，就是说大家都认可的一个通讯规则。按照这个数据规则，大家知道了你说话是什么意思，我说话是什么意思。协议的概念其实就是一种说话的一个标准，或者说一个字典。我给你发个内容，你按照这个字典翻译出来；你给我发内容呢，我按照这个字典翻译出来。主要协议就这个概念哈。然后客户端呢主动向服务端请求，服务端呢响应请求数据。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永远都只能 HTTP 协议永远都只能单向的去由客户端向服务端主动请求，没有办法由服务端向客户端主动请求。这就是HTTP 协议的一个特点，客户端主动，服务器响应。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啊，我们的浏览器第一步从服务端发起个 request 请求，然后服务端给我们电脑发起个 response 的一个响应，对吧？这就是请求响应。你有一个请求就有一个响应，你有一个请求就有一个响应，那永远都只是由客户端先发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协议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客户端发的时候啊，这个客户端往这儿发内容的时候发什么呢？就发这些东西，大家可以看到啊，发这些。首先是路径、请求的资源、协议版本，我们要请求哪个网址，然后呢一些信息附带的信息，然后呢这个浏览器会返回给我们什么内容呢？返回一个也是一些头部信息，比如说我200 OK 啊，代表访问成功了，然后呢当前的时间，我的服务器阿帕奇使用的是阿帕奇服务器，然后呢我的内容长度6821字节，然后下面就一长串的内容了，就很长的内容。一会儿我们来看。那首先呢，我们通过打开一个浏览器，然后输入一个域名，输入域名之后呢，它就会返回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页面。这个页面呢有布局、有颜色、有文字、有图片、有视频，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打开右键，然后显示源码，大家可以看到后台的内容实际上是这个东西，就是真正互联网传的只能是传这种文字内容，比如说大家可以看，这就是代码，对吧 ？HTML， 然后等等，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 title 宁波建龙 SEO 提供网站优化推广，看这就是吧？也就是说，其实网站显示的所有内容都在代码里面，只不过是下面的这些文字这个代码用户看起来比较不直观、不明朗、看不懂，所以呢，经过这个浏览器应用，它帮我们干嘛？把它美化，然后呢，渲染成我们人能看得懂的这样优美的一个页面。然后我们怎么看一下 HTTP 协议抓包哈？这个呢是 Wireshark。Wireshark 抓包的话，就是 Wireshark 是一个抓包软件。通过抓包软件，我们就能看到整个通信过程的底层的0101的这个内容，然后呢，并可以根据它每一层划分，比如说上面看到这些东西，我们这个传输到浏览器的数据叫应用层数据，叫 HTTP 协议 HTML 内容，对吧？我们在底层抓这个数据包，就是由服务端给我们发送的内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 Wireshark 抓包大家可以这么看，这一面
这第一层呢，我们不往上看啊，这是 HTTP 对吧？看到这个 HTTP 协议这一层，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内容是什么呢？看这一块哈，我们来见证奇迹的时候 ，HTML CHCN， 然后呢宁波剑龙 SEO 对吧？这是我们抓包，从电脑去抓这个网络数据包，它给我们返回的数据就在这儿。同样，它对接的内容也都是在这儿的，是吧？这不也是吗？ HTML， 然后这在这儿呢，然后 UTF-8 啊都在这儿，所以说抓包就能反映到底层的数据。那我们现在呢思考一下，浏览器打开的页面前面会，如果我们输 3w.qq， 它会补充 HTTP 或者 HTTPS， 这有什么区别呢？然后呢，第二呢，我们大家要思考什么叫做状态码？状态码是什么呢？比如大家看这儿哈，抓包的过程，大家看这个，看这儿吧，协议里面这个状态码200OK， 这个状态码200OK 是什么呢？对吧？这个就是一个状态码，但具体这个200OK 代表什么，需要大家再去学习了解。好的，然后呢，大家继续要思考，第一，浏览器的页面前面为什么会补充 HTTP，HTTPS 又是什么，对吧？这区别是什么？然后它的状态码是什么？是什么意思？那首先这是第一个思考题。思考题呢是我们要学习一个内容呢，把题目放在这儿，然后大家自己去了解。为什么我不详细去讲解呢？因为这个协议啊，它比较复杂，要讲的内容很多，而我想给大家留一些空间，带大家入个门，然后呢，剩下的 HTTP、HTTPS 状态码需要大家去根据你需要你去了解，或者你认为用不上，对吧？那你就不用去查它。然后我这边还有个叫附加题的内容，这个我给做了一个示意，超纲1星、2星、3星。1星呢就代表这个内容不是很难啊。那我们这次附加题是什么呢？就是附加题1 ，HTTP 协议常用的资源获取的方法有哪些？我其实答案都给出来了啊，这个 get、post、put、delete 等等。那这些分别有什么用？它的含义是什么？需要大家自己去学习。第二个呢 ，HTTP 协议自身是无状态保持的，那是通过什么方法记录用户登录状态的呢？比如说，你看我们登录一个网站，登录一次，对吧？你隔天、2天、3天、4天、5天，它都不用再登录了。它靠的是什么呢？其实答案也给出来了，就是 cookie。那当然，这两个附加题需要各位的同学需要根据各自的需求去主动学习。我希望呢，我这边有的思考题呢，大家一定要去做。附加题呢，根据你个人的实际情况，有时间也感兴趣，也要把它去了解了解。如果确实没有时间，那附加题呢，你就把它过了 pass 吧，有时间再去学也 OK。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应用层另一个协议，叫做 WebSocket 协议。我们这个 WebSocket 协议呢，通常是用于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的实时通信。我们一会儿再讲为什么 WebSocket 和 HTTP 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例如在线聊天室、实时数据传输等实时游戏场景，它呢能使用 TCP 的双向通道，允许在一次握手之后呢，一次连接之后呢，发送多个消息，并且记住这个重点来了，客户端与服务端建立的是持久连接的通道，而且双方都可以主动发送数据。这个什么意思呢？这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线客服一定是你问一句他回一句，你问一句回一句，对吧？而且都是在一个这个小框框里面，你问一句去回一句。但是我们浏览器，如果你不点击这个页面，它不会继续有变化，而且每次都HTTP 协议只能单向的，就是你去找它给你发数据，都只能一次连接，建立一次连接，发送一次数据，建立一次连接，发送一次数据。但是 WebSocket 允许双方实时的，你发给我，我发给你。HTTP 呢，只能单向的，就是由客户端向 server 端发送就是由客户端只能向 server 端发送，这个是 HTTP。但是呢，WebSocket 是可以双向的，你给我，我给你这都是双向的。那我们再抓一个 WebSocket 的协议，也同样用 Wireshark 带大家更深层次的理解这个 WebSocket 协议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
原地址这两个人啊，就我是模拟的，就两个 IP 相互之间发送使用的 WebSocket 协议，发送的内容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这儿啊，发送了一个这个大家看不太懂，反正发送了一些内容。这个内容呢，就是两个人双向的，你发给我，我发给你啊。好的，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应用层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叫 DNS 协议。DNS 协议呢，主要就是域名解析。那首先我们要讲一下什么是域名。比如说我们访问百度首页的时候，会访问3w 百度.com， 对吧？这就是个域名。但是百度的 IP 我们可以获取到110.242.68.4，然后呢，其实在后台有一个域名与 IP 的映射啊，就是这个。其实后台是把当我们访问3w 百度.com 的时候，实际上它又解析成了110.242.68.4，然后呢，底层实际上是访问的这个 IP 地址。但是为什么要用域名呢？因为域名啊好记，对吧？拼音英文大家都好记3w 百度.com， 但是让你记一个 IP 这个数字 IP 会很难。就大家可以看到，同样我这个时候浏览器访问域名也是能出现百度的内容，对吧？或者说我访问 IP 地址也能出现同样的内容。但是为什么我们人类便于记的是记这个有含义的这个内容嘛，对吧？所以我们都习惯性的是访问3w 百度.com。你要输入 IP 呢也 OK， 不过呢你可能记不住，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IP 呢可能经常会变，域名不会变啊。那我们这儿整理了一下啊，第一个呢，域名是因特网上用于标识和定位网站的且人类可读的名称，就是人类能记住的一个东西。域名的主要作用呢有如下：一，便于记忆。就与 IP 相比，对吧？你记住3w 百度.com 一定会更好记的，和让你去背110.242.68.4，这个一定当然域名好记了，对吧？便于记忆。第二个呢，允许网站所有者更改其 IP 地址，就是说我百度的这个域名3w 百度.com 我一直不变，我10年、20年、30年我都不变，你只要访问我这个域名就能得到我这个 web 的界面的内容。但是我后台的 IP 可能今天是4，明天是5，明天是6。我经常是会变，但是只要我这个映射关系就是把百度域名映射成这个，我经常去更新就好了，我域名变就变了没关系，只要你访问它，我后台映射成更新成新的 IP 地址就 OK 了。所以说对于用户来讲，更允许网站访问者网站的服务者更改其 IP。下一个呢就是支持多个服务，域名呢不仅可以用于标识网站，还可以用于比如说我们的邮件服务器、文件下载，对吧？等等等。就总之，域名还有很多更高的功能啊。域名呢是互联网上一种非常重要的标识和定位，大家记住就好了。域名便于记忆，且是可以根据后台随时解析成新的 IP 地址。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域名解析过程是什么样的啊。首先域名解析呢，比如说你打开电脑的命令行终端，你拼一下3w 百度.com， 就输入 ping 3w 百度.com， 你看它会返回给你一个110.246.68.4， 这就是返回 IP， 所以你只要一拼就能解析出对应的 IP。 然后更高级的功能呢，你用 nestlookup 输入这个，然后使用 180.76.76.76， 就你可以指定用哪一个 DNS 服务去给我来提供解析。比如说我这个域名让用这个 IP 地址的服务给我提供解析，也可以换其他的解析服务地址给我解析。那我这里面使用的是百度的域名 DNS 解析给我返回。大家可以看到哈，其实3w 百度.com 它对于我来讲给我返回了2个 IP 地址。第一个呢就是110.242.68.4啊，68.4，对吧？这是第一个给我解析的域名。第二个呢，给我解析的110.242.68.3，第二个 IP 给我解析出这2个。然后呢，我的电脑会根据这2个 IP 选择一个 IP 进行通信啊。大家可以看，一个域名其实是可以解析出很多个 IP 地址的。那域名解析呢，是将域名转换为对应的 IP 地址的过程。就域名解析就是将一个字符串3w 百度.com转换成对应的 IP 110.242.68.4，它主要是做这个事儿的。在因特网上呢，网络中仅能通过 IP 地址访问到对应的设备资源，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想访问网站，
底层一定是根据 IP 地址的，根据域名是不行的。域名其实它要做一个转换，最根本还是要根据 IP 去访问内容。然后每个设备呢都需要一个唯一的 IP 地址，以便在网络中通讯。但是呢 IP 地址不容易记忆，而且呢对于人类来讲域名更好记忆，因此呢方便记忆的话，域名被引入到了因特网中。大家可以这么理解，没有域名，整个网络照样是可以工作啊，有 IP 嘛，大家就可以直接使用。但是有了域名，使整个网络更方便的使用啊，这是它的作用。然后呢，它的整个域名解析过程呢，实际上是当用户在浏览器输入一个域名的时候，浏览器会将其发送到 DNS 服务器进行解析。就是说，简单来讲，你要想访问 3w 百度.com， 它会先把这个域名发送到一个地方，它给我返回它对应的 IP 地址，也就叫这个过程叫 DNS 服务器的域名解析。然后 DNS 服务器呢会查找域名这个字符串对应的 IP 地址，返回给浏览器。然后浏览器再用这个真实的最终的 IP 地址进行通讯获取的数据。下面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域名解析过程，大家感兴趣呢就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当我们在客户端浏览器上面输入一个域名，然后它整个的域名的解析过程，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啊，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过程。大家呢感兴趣的就一定要了解一下，不感兴趣呢就跨过这一块。首先呢，域名它是分几段的，比如说 3w 清华 edu.cn， 就是靠这个小数点这个点儿来区分。你看这个域名有4段，对吧？这个4段，那首先呢，其实大家可以这么想哈，就越往后面就越从后往前，所有域名都是从后往前的。就第一个域名它是 cn， 然后 cn 前面加了 edu， 然后前面加清华，然后前面加 3w。域名是这么看的，而不是 3w 点这么读是这么读，对吧？从前往后读。但是真正的域名要看的话，一定是看 cn edu 清华点 3w 啊，这是你看和它定义的一个过程不一样。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过程啊，就是说当我们想解析这个过程的时候，它首先实际上你在浏览器发送它发给了你电脑配的DNS 服务器，我电脑配了5.5.5，对吧？或者说是 180.76.76.76， 根据你电脑配，有可能你电脑是 114.114.114等等。你把这个一个字符串发给了它干嘛呢？它可能本地有缓存，比如说之前它有这个缓存，对应的 IP 地址解析过也没过期，它直接给你返回 IP 地址 166.111.4.100。这是它如果本地有，如果它没有，或者它本地缓存已经过期了，它干嘛呢？它首先先要去这个根域名服务器，这个根域名服务器非常重要，全球总共只有13台，然后呢主根是1台，其他的一些都是镜像，都是在其他镜像都是在各个地方，中国就没有，所以这个主根域名是干嘛呢？它去解析 CN 是谁啊？就简单来讲，这个地方它负责的解析是 CN。然后呢 COM， 然后呢org， 这个意思就是说，首先我要问他 CN 是什么，代表中国，对吧？然后呢日本呢是 Japan 嘛，对吧？那首先我告诉他我要访问一个这个域名，它的尾缀是 CN， 这个 CN 我应该去问谁？你看第二步呢，他会问根域名服务器 CN 是问谁，他会告诉你啊 CN 它是中国的你应该去问谁呢？问 CN 域名服务器。所以第三步他给你返回了一个 IP 地址，这个 IP 地址是谁？这个 IP 地址就是它其实给这个域名服务器给你解析了一个 IP 地址，这个 IP 地址告诉你 CN 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你想查询 CN 的域名，你要去问 CN， 那我告诉你问 CN 服务器的 IP 地址是什么，它3就给你返回了 CN 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下一步干嘛呢？你会问 CN edu.cn 是什么？你会第4步会把 edu.cn 发给 CN 服务器。然后呢，他说edu.cn 我告诉你是谁，就是 edu 你得去问另一个人， edu 你得去问另一个人，就是然后呢，他把 edu 的服务器域名第5步给你解析回来了然后呢，它其实第5步返回的 IP 地址就是 edu.cn 域名服务器。下一步呢，你要问他
清华点 edu 点 cn 这个域名是什么？你去问他。第7步呢会给你返回清华点 edu 点 cn， 然后你接下来要去，对吧？一层一层往下问，你去问清华点 edu 点 cn， 你问他3w 点清华点 edu 点 cn 是什么 ，IP 地址是什么？他第9步，哎呀，终于给你返回了一个166点111点4点100，这一步只返回到了你本地这一块，然后呢再由他返回给你的浏览器，对吧？你看其实挺费劲的，就是我们访问的一个域名。通过它有4层级，它要先访问这个根域名 cn 是谁，他告诉你 cn 去找他，然后呢你问 cn edu 点 cn 该找谁，他告诉你 edu 点 cn 你要去找他，然后呢你问清华点 edu 点 cn 是谁，然后 edu 点 cn 他告诉你清华点 edu 点 cn 你要去找他，最后你终于问他快告诉我吧 3w 点清华点 edu 点 cn 是谁，他终于才告诉你 IP 地址是谁。你看，但是我们简简单单在浏览器输入一个域名，它就得到了一个网页，对吧？其实它底层还是有很多内容的，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域名解析的这个抓包啊，对我们应用层协议呢，或者说每一层我们都可以抓个包啊。我们看一下抓包，首先抓包 domain name system 就域名解析服务、域名解析系统嘛，对吧？那它告诉我们，首先我们会问3w 百度点 com。Type A 呢是一种类型，大家不用关心了，就是访问反正是我看这儿啊，看这儿，首先是我电脑是192.168.43.19，然后呢我要去问8.8.8，这是我电脑配的另一个 DNS 服务器解析服务器，它是谷歌的一个公共的域名解析服务器。我问他，我说8.8.8.8，你告诉我3w 点百度点 com 它的 IP 地址是谁？然后他不管他最终内部是有缓存还是经历了多少道查询，他给我返回了一个内容，这个内容是什么？他告诉我了3w 点百度点 com 的 IP 地址是39.156.66.14和39.156.66.18，对吧？它中间不管经历多少层，我只要8.8.8给我返回最终的域名对应的 IP 地址，哎，最终就给我了，这就是抓包。这就呢应用层应用层协议，然后上面是 IPv4。网络层，然后呢，这个传输层、网络层等等都在这上面啊，我们不说那么多。那同样，我们这边有个思考题，为什么不同地区的用户访问同一个域名解析的 IP 不同呢？比如说，大家可以做个测试，我呢是在北京，大家呢可能在天南海北不同省份，你可以尝试一下。你同样拼百度，你返回的 IP 地址都跟我不同，为什么呢？对吧？这是第一个思考题，大家要去考虑一下为什么啊。第二个呢，附加题，我这边定义的是超纲2个星。第一 ，DNS 未加密，它是明文传输，我们该如何保证 DNS 的安全性呢？提示啊，现在有新的手段 DOH、DOT， 这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提示了，大家去了解啊。通过这2种方法就可以实现 DNS 加密传输。第二个附加题 ，DNS 查询方式有2种，第一个递归和迭代，然后呢，请大家自行查询和学习这2种方式分别是什么。对于我们用户来讲呢，可能我们就配一个 DNS， 对吧？8.8.8，或者说223呐，或者114啊，等等等，它就直接给我们返回了最终要查询的域名的 IP 地址。但是底层实际上是有递归和迭代2种查询方式的，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学习。继续说一下 DHCP 协议，大家也看到了，当我们电脑呢连接到 WiFi 的时候，它其实是已经获得到了 IP 地址，自动就获得了 IP 地址。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张图啊，打开系统设置，打开 TCP/IP 这一块，可以看到默认呢，我们的电脑、手机都设置的是使用 DHCP。那这个 DHCP 协议是干嘛的呢？简单来讲，就是在 TCP/IP 网络上，我们每个设备终端都需要有一个 IP 地址，这个 IP 地址呢就代表你设备的一个标识符。但是我们有2种方法来设置这个 IP 地址。第一种呢就是手动，比如说我手动设置 IP 地址是哪一个。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如果我没有这个固定设置 IP 地址的需求，我们默认打开 DHCP。DHCP 呢就能由路由器网设备给我们的电脑设备、手机设备自动分配一个 IP 地址。大家可以看到，当我的配置是使用 DHCP 功能的时候，我默认获得到了 IP 地址是192.168.31.125，子网源码、路由器的网关地址
以及 DNS 它都给我获取到了。这就叫 DHCP。DHCP 呢主要就是给用户自动分配 IP 地址，免去我们手动设置 IP 地址，让我们能无感的快捷上网。当然了，有些场景下我们必须设置成固定 IP， 因为 DHCP 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一次给你的 IP 地址是125，下一次可能给你的是126、127或者123都有可能。有些场景下我们提供服务的时候，我们需要关闭 DHCP， 然后呢，我们手动设置一个 IP， 这个 IP 地址是固定的，这样别人就可以通过你电脑永远不变的一个固定 IP 来访问你提供的一个Web 页面或者说文件分享服务啊。那 DHCP 的大概流程呢，就首先我们客户端会与一个在本地网络上的一个 DHCP 进行通讯。比如说在家里面呢，我们的这个 DHCP 服务器它主要是放在了路由器上面，就 WiFi 路由器上面。那当我们的手机电脑连接 WiFi 的时候，它会自动给 DHCP 服务器，也就是我们的家里的路由器 WiFi 路由器会发一个 Discovery 广播包，就告诉他我需要一个我需要一个 IP 地址，谁能给我？然后这时候呢 DHCP 服务器给他返回一个包，告诉他我能给你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再发一个，好，那你给我吧，然后接下来他就给你了一个 IP 地址。大概这个流程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的 DHCP 的客户端手机或者电脑找 DHCP 的服务器要一个 IP 地址，最终呢它会给你分配一个 IP 地址，这样就免去我们人为手动设置 IP 地址的这样流程。好， DHCP 呢主要就是设置自动 IP 的一个功能哈。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这个抓包。这个抓包呢大家简单来看就好了，就是首先呢 DHCP 使用的是 UDP 协议大家记住 DHCP 使用的是 UDP 协议，大家记住就好了。然后呢里面是由客户端会发送一个 request 包，然后呢最终我们会收到一个IP 地址这里面会告诉那个 DHCP 的服务器，告诉他我的 IP 地址是什么，我的 MAC 地址是什么，然后呢你需要把 IP 地址往哪一个 MAC 地址去发送，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MAC 地址是什么。大概的大家理解流程就是说，反正 DHCP 找 DHCP 服务器要一个 IP 地址，里面详细的流程呢我们后面再来讲这是抓包的话，大家记住 DHCP 使用的是 UDP 协议。OK， 然后这面我们再有个附加题超纲3颗星。这个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想了解更深层次的 DHCP 的流程，大家需要先理解并查询这个详细的 DHCP 的过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offer 包，也就是 DHCP 服务器给 DHCP 客户端返回的一个数据包，叫做 offer 包。这个包呢它有广播或者单播。那我这个附加题就是说，为什么 DHCP offer 报文是单播或广播两种呢？这是一个比较超纲的题，大家感兴趣去了解什么场景下会返回单播，什么场景下会使用广播这是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问题了。好，那么下一个呢，再继续去了解学习应用层协议的 Telnet 协议以及 SSH 协议。Telnet 协议呢和 SSH 协议呢主要都可以通过这两种协议登录到另一台计算机上面进行远程控制的。但是呢这里面的区别就是 Telnet 是明文， SSH 呢是加密，它们有各自的协议格式大家可以常用的看到，比如说通过 Telnet 就可以远程登进去跟对方发送消息，对吧？比如说首先呢我这边发送了一个hello， 然后呢他发送了一个 hello， 然后上面这个终端呢就收到了 hello， 然后呢我又发送了一个 yes， 就收到了一个 yes， 这 Telnet 协议。然后呢 SSH 主要呢就是连接到远程电脑的命令行终端，接下来远程操控这台电脑。那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SSH 是加密， Telnet 是明文就 OK 了。这个抓包呢也比较复杂，我们大家简单看一下就好了。这个包抓的是一个 Telnet 协议，对吧？ Telnet 协议如果你往里面输入密码用户名，大家可以看到抓包里面是明文的 admin password 都可以抓到的。如果你在一个不安全的网络环境下使用 Telnet 去连接一台设备终端，可以被黑客或者说其他人员通过抓包的方式抓到你跟那台设备的登录密码。但是如果你用 SSH 登录，它抓包是抓不到也破解不了这个密文加密的登录密码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应用协议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其他应用层协议，第一个呢就 P2P 应用。P2P 应用呢是我们常见的就文件共享，就是 P2P 加速下载、文件下载，对吧？还有通过点对点的 P2P 的视频通话、语音通话，比如说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朋友通过微信、QQ 进行语音视频或者说语音聊天的时候，它都是使用 UDP 协议 P2P 的点对点的去发送、去沟通的啊，是PCP 协议去沟通这种方式去沟通的，它能降低延时，就不需要有一台中间的服务进行转发了，这样能大大的降低延时。因为我们跟对方去视频的时候，对延时的要求会很高，对吧？不希望有超过1秒这种明显的延时，希望能尽快的有低延时。而在这种场景下，我们需要使用 P2P 这种应用。第二个呢，其他协议呢就 FTP 文件服务，它主要就是以一种 FTP 的应用层协议来实现提供文件的上传和下载、文件分享。还有一个呢就是 SMTP， 就邮件传输协议。邮件传输协议呢也是应用层协议，通过这种方式呢就能与对方的客户端进行收发邮件。但是这种 SMTP 呢，它也是经过这种CS 架构的，就首先你在你的电脑上装了一个邮件客户端，对吧？它要连到你比如说 QQ 的腾讯邮箱，你需要客户端连着腾讯的邮箱服务器，然后你把你的邮件呢发送过去。这个时候呢，另一个人比如说他是网易邮箱，他网易客户端连到了网易邮箱，当你的腾讯的邮件首先发给腾讯的服务器，再由腾讯的服务器推给网易的服务器，再由网易的服务器推给我们的客户端啊，这就是一个流程，这是分开的，这是腾讯，这是网易。OK， 最后一个应用层协议呢，就是 RTSP 视频流。这个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现在跟别人视频呀，或者说一些直播呀，对吧？它底层用的是 RTSP 的一些协议格式啊，这格式是专门针对视频流媒体用的。好的，这个我们简单说一说就好了，大家不需要了解那么深。然后呢，我们再来讲一下程序之间是如何通过网络进行通讯的，这里面呢就比较深了。再想一想，我们自己的，比如说你的 QQ 跟别人的 QQ， 它俩之间发消息，那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对吧？你电脑上运行的 QQ 也运行的微信，然后呢，他们都可以在你电脑上同时运行、同时工作。那他们之间会不会冲突呢？我们微信跟微信之间沟通，QQ 跟 QQ 之间沟通，他们底层是怎么实现的呢？那我们这一块就讲一讲程序之间是如何通过网络进行通讯的啊。比如它其实底层都叫的 socket 编程，这是面向开发人员比较需要掌握的哈。那首先第一，设备运行的应用程序通过套介字的软件接口向目的地的 IP 加端口发送数据。就应用程序之间，其实比如说你的 QQ 跟我的 QQ 发程序，根本上其实是会先通过腾讯的中间服务器，也是腾讯的服务器，那我们会把我们的消息先发给腾讯服务器，腾讯服务器呢再发给你的 QQ， 这是中间的一个流程，对吧？那首先呢，在我电脑上运行的 QQ 会通过 socket 套介字，这是一个名词就好了，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功能 socket 套介字，然后呢向腾讯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它的端口是 IP 加端口然后发送数据，这样我就能把我的消息先发给腾讯服务器了。接下来呢，腾讯服务器会把我的消息转发到你的 QQ 客户端啊。那 IP， 大家可能都听过 IP， 对吧？那我们首先讲一讲 IP 是什么 ？IP 是什么？端口是什么？每一台电脑都会有一个 IP， 比如说我们电脑是192、168、1.1、1.2、1.3。那首先我们这么说哈 ，IP 类比成目标的单元门地址。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IP 呢，只要但凡你电脑 IP 有个 IP 地址，那它就可以代表全球唯一的一个地址。比如说你的 IP 就类比成中国北京朝阳幸福里小区1栋1单元，它代表的是单元门地址。第二个端口是什么呢？你一台电脑上有一个 IP 啊，我们说标准通常情况下有一个 IP， 但是你电脑上可以有很多很多个端口，每一个端口就相当于住在这个单元楼里面不同的房间，所以端口就可以类比成门牌号。比如说你的门牌号是506端口，也就是你的门牌号就506。这个端口呢，在每个单元里面为一，什么意思啊？比如说
全国各地有很多单元楼，每个单元楼里面都可能有101、102、103房间，对吧？你家可能住在101，我家也可能住在101。但是 IP 呢，比如说 IP 地址全球只能为一，你的 IP 地址是一个，我的 IP 地址是另一个。当然，这里面我们现在默认讲的是公网 IP， 一会儿我们会讲局域网 IP， 局域网 IP 可能大家都一样了，这个我们再去讲，就是大家先有一个概念 ，IP 地址全球为一，端口号各自有各自的。简单来讲呢，就是说 IP 加端口才能真正确定到你住在了哪一个单元楼，这个单元楼里面你的房间号是什么，也就是说只有通过 IP 和端口才能把我写的信最终交给你，对吧？如果我只告诉你我写了一封信，我只说把这个信投放在1栋1单元，快递小哥也不知道了，1栋1单元那么多楼该发给谁呢？那我要告诉他，你要投在这个 IP 下这个端口，也就是说投在这个单元楼下的这个房间号，他才能把我的信发给你，也就是说 IP 加端口才能实现全球唯一定位到你家门口。那我们这里面举个例子，当你寄信给朋友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他的 IP 地址知道他的 IP 地址，他的地址，也就是说他住在哪里，以及他所在的门牌号，对吧？有端口，这里面我都类比了。IP 告诉邮递员这封信要放在哪个公寓楼，然后呢，这个端口会告诉这个快递员放在这个公寓楼里面的哪个单元门的门牌号。所以说，只有你知道 IP 地址和IP 地址和端口的时候，才能把这封信真正投递在这个单元楼里面的这个门牌号大家就这么理解就好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开发者是可以完全控制应用层协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应用开发人员他需要写开发嘛，那你的所有数据当然你是可以全部控制的，但是我们的开发者也只能完全控制应用层，下面的传输层、网络层、数据链路层我们都不可控大家可以这么记，就是对于应用者来讲，对于我们用户来讲，真正完全可控的只在应用层。那对于传输层呢，它其实是可以，我们只需要通过 socket 只能选择系统固定的几种传输协议和一些传输参数，只有真正的应用层我们才能完全控制大家知道这个好了。比如说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就是说在我电脑上运行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呢就 process 是可以完全控制应用层协议的。然后呢，我们通过 socket， 这个 socket 是电脑系统给我们应用开发人员的一个标准的接口，通过这个接口就能调用底层的控制层系统的接口应用层我们开发人员可以用，通过系统给的一个标准接口 socket 就可以驱动使用传输层。我们电脑的程序通过 socket 编程，把数据通过 TCP/IP 协议等等，通过传输层最终发送给另一台电脑，然后呢，并把数据封包解包到我们的另一个用户终端，比如说 QQ 客户端，我们的电脑就收到了这个消息。好，那我们再看为什么网络应用进程通讯时候呢，使用的是 IP 加端口，而不是只能使用端口，或者说只能使用 IP 呢？首先，每台电脑通常情况下只有一个 IP 地址，这个 IP 地址呢，你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只用 IP 地址去通讯你的 QQ 给对方的 IP 地址发消息，然后呢，你的微信也给对方IP 地址发消息，你仅靠一个 IP 地址，那到底这个 IP 地址是标识微信还标识QQ 呢？对吧？也就是说，一个 IP 地址是没有办法表示它是给 QQ 发消息还是给微信发消息的。所以呢，我们电脑上要有不同的端口号，端口号代表这个端口代表微信的标识，这个端口号代表QQ 的标识，这样呢就通过 IP 加端口就定位到了 IP 是你电脑，端口呢是你代表给 QQ 发程序，通过这个端口代表给微信发消息。通常一台电脑只有一个 IP 地址，然后呢一台电脑呢通常会运行很多个应用程序，每个应用程序之间有区分，那无论你发送消息还是接收消息的区分就是通过端口号这个端口呢是可以解决多应用并行运行的多条网络通信并行通道并行。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一台电脑 IP 地址是 101.0.0.1然后呢别人的电脑是 1.0.0.2， 另一个呢这个电脑是 1.0.0.3， 你这台电脑呢运行了淘宝、天猫、
QQ、微信啊，对吧？我们通常电脑上会运行这4个应用程序。当我的微信想给别人发消息的时候，我的 IP 地址是1.0.0.1，但是我的端口呢是另一个端口。比如说我的端口是1，我通过我的1端口给这一台腾讯服务器啊，或者说其他服务器的，这是腾讯嘛 ，QQ 和微信都是腾讯，对吧？微信连接到腾讯的服务器的8081端口，把我的数据推送给这个 IP 地址上的8081端口，这个数据就推送到了微信的服务器。那同样，我的 QQ 客户端通过我电脑这个 IP 地址的某个端口连接到腾讯的1.0.0.2的服务 IP 地址的8080端口，我就把我的 QQ 的数据发送到了 QQ server 上。只有通过 IP 加端口才能进行数据通讯同样，我的天猫和淘宝也通过我的一个相同的 IP 地址，因为我电脑只有一个 IP 地址，对吧？同样的 IP 地址，但是它发送到的目的 IP 地址，也就是说淘宝的 IP 地址是不同的，是1.0.0.3。然后呢，它上面也运行2个服务，一个是淘宝的服务器和天猫的服务器。那我的天猫客户端一定是连接我的天猫，对吧？这个图画错了我的天猫客户端一定是连接到我的天猫，应该是8081。那我的淘宝客户端一定连接到的是淘宝的 IP 地址1.0.0.3对应的8080端口它是这样的一个通讯。所以说，只有经过 IP 和端口才能表示唯一的一个通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的一个图，这个图呢就是我电脑上运行的有道云笔记、网易云音乐和飞书应用。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电脑有一个这个是因为我是多网卡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 10.45 IP， 还有 31.125 端口IP， 默认大家可能只有一个 IP 地址，就是 31.125 或者 1. 几几几。那是每一个程序它使用的端口都不一样，就这个程序在我本地使用的是 10.45 IP 的60127端口，那所有人把数据发送给我电脑45的60127端口，都会把数据发送我电脑的有道云笔记。同样，我的有道云笔记它跟对方的有道云的服务器是45叫 remote address， 对吧？452544883 IP 地址的443端口去通信，所以我的有道云笔记才能从客户端服务端下载数据以及往上存数据。也就是说，我的有道云笔记往上发数据的时候，是我的这个 IP 地址这个端口与远程的服务器的这个 IP 地址443端口进行通讯OK， 好了。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常见的服务端的默认端口。比如说我们大家上面看到了80、443、8080我们如果CS 架构下服务端的默认监听端口，如果它是 FTP 服务，它会默认监听本 IP 地址下的20端口。这个20端口，其他的客户端就可以通过这个端口加 IP 加端口，就能与这个服务进行连接。而且呢，一些常见的服务端口都是固定的，是不固定不可变，而且默认大家都坚守别人，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开发应用不允许使用这些已经被标准化的端口。比如说你想写的程序监听在23端口给别人提供服务，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是不符合标准的，会出很多问题的所以我们要按照标准来。比如说你连接到远程 SSH 服务的时候，这个服务默认监听是22端口，然后呢你连接到别人 SMTP 邮件服务的时候，远程的服务端口是默认是25的，然后 DNS 是53。为什么要做这种标准呢？就是说默认情况下我们可以不用配置对方服务的端口是什么，我们默认就通过这样的服务的标准端口直接去连就 OK 了。否则你还得说我为了连接对方的 HTTP 服务，我还得再加一个端口号服务端口号来做区分，就比较麻烦，对吧？所以只要我们大家都按照标准去使用去连接，那就会减少很多麻烦，也会提高我们网络的通讯效率和这个标准化。好的，那我们这节内容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